眼前这个19岁的漂亮女大学生，只因被闺蜜喊去喝了一场酒，就被3个男人灌醉抬进酒店。当再次见到她时，女孩衣不蔽体，屎尿横飞，下体满是血污，早已失去了呼吸。这大小便失禁，全部是湿的，然后人是嘴皮发乌，脸发肿，这眼角这边有湿斑。看完这集之后，你还敢跟闺蜜出去喝酒吗？时间2015年5月5日，地点湖南长沙，受害人名叫佩佩，是大一新生，今年才刚刚19岁，因为品学兼优，还当选了学生会主席。这天晚上9点，佩佩接到了好闺蜜芳芳的电话，说是邀请她吃宵夜。佩佩并没有想太多，爽快赴约。但当她赶到之后，却发现现场除了自己的好闺蜜之外，还有4个陌生的男人，其中1人自称芳芳的男友，另外3个男人搞来了12瓶白酒。看到这几个男人后，佩佩感到不对劲，想要离开，但这时好闺蜜芳芳却给她拦了下来，说了一大堆煽情的话。架不住面子，佩佩勉强留了下来。虽然留了下来，佩佩却并不打算喝酒，但这时好闺蜜却站出来起哄，怂恿几个男人去给佩佩灌酒。有一个男人叫小王，他此前已经骚扰了佩佩几个月，却一直没能得逞。趁着这次机会，他拼命地给佩佩灌酒。在佩佩被灌酒的时候，好闺蜜芳芳却早已带着男友悄悄离开，将佩佩独自留在这里。面对3个快要失去理智的虎豹豺狼，很快12瓶白酒就被几个人给灌完了。事后佩佩的父母告诉民警，平常自家女儿的酒量并不小，他老爸都喝不过的。这几瓶150毫升的白酒根本不可能灌醉自家女儿，所以他们怀疑是这几个小兔崽子放了安眠药。肯定有问题。第一，他醉的那个药，其他的人不醉，肯定有问题，灌他一个人。第二，这个酒，他们当时就有酒，为什么还要自带过来？后来烧烤摊老板告诉警方，当天来了4男2女，其中一个女孩却全程都没喝酒，还跟着一个男人说过悄悄话，然后就带着另一个男人提前离开了。也就是说，好闺蜜芳芳很有可能是知道其中内情的，并且配合他们给佩佩下套。在被下药之后，3个男人抬着喝醉的佩佩来到了附近的一家酒店。为了避免引起他人怀疑，小王提前来到酒店开好房间，然后去和另外2人会合抬佩佩。通过监控记录，我们能看到此时的佩佩早已不省人事，像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很快就被3个男人抬到了酒店房间，其中2个人有说有笑的去巡逻了。随后小王就对佩佩伸出了罪恶的毒手，当时就发生性侵之后，那时候我小孩是人事不省，还有一个是生理期。完事之后，这货洗了热水澡，然后下楼去买了1盒烟，回来后就继续折磨佩佩，直至天亮7点左右，小王才慌慌张张地走出房间，然后连忙把昨天2个人叫了回来。第一次性侵之后，他在公主第一次性侵之后买烟了，洗了个澡出来买了包烟，然后回到房间一直到天亮，发现异常之后，就是来的先是他的这些喝酒的同学和昨天帮忙抬的人。这时的佩佩全身凌乱不堪，下体流血不止，大小便失禁，床单上也满是血迹，早已失去了全部生命特征。后来经过尸检得知，佩佩的死因是酒精超标造成的乙醇死亡，体内还发现了大量小蝌蚪。很快警方就将一起喝酒的几个人带到了警察局，每个人都在极力撇清自己的关系。其中最让人高血压的是小王，他承认与佩佩发生了关系，却拒不承认是强奸，大言不惭地说2人是情侣，而且早就发生过关系，但很快就被打脸了。佩佩的母亲和舅妈愤怒地站出来反驳，绝对不是，如果是男女朋友，试问他会对女朋友这样吗？除非他不是人。而民警也在小王的话语中找到了明显的漏洞。小王声称他和佩佩是男女朋友，但他却连对方的手机号都没有，甚至2人连好友都不是。他们仅有的一条聊天记录还是在班级群里，除此之外2人再无其他聊天内容。很显然小王是在说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他还在一个劲地诋毁佩佩，而造成这场悲剧的元凶离不开佩佩的好闺蜜芳芳以及那几个自诩正义的男人。他们为了撮合小王，便费尽心思安排了这场酒局。他们认为自己是个大善人，是月老下凡，殊不知恶魔看了他们都要自愧不如。明明都是大学生了，却没有丝毫法律意识。最终小王因强奸罪被缉拿归案，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因为证据不足，始终无法对其定罪。佩佩的家人自然不接受这个结果，
之后接连起诉小王，但全都被检察院退回，给了一份不起诉书。面对如此情况，佩佩的家人却不肯屈服，无论如何都要罪犯被绳之以法。他们随后一直锲而不舍地起诉小王，终于在2016年，检察院决定对案件重侦，但小王的判决结果还需要等待检察院进一步调查核实，这让佩佩的家属十分担心。我们就担心说他是自己自然死亡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选择昨天他的生日来做这个？实际也就是希望19年前他清清白白的来到人世，实现你能还他一个家。说犯罪的人不能逍遥法外。面对镜头，佩佩母亲泣不成声。检察院最终撤回了之前的不起诉决定，以强奸罪对王超提起公诉。女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看到现在，你还敢和闺蜜出去喝酒吗？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认为关系十分好的闺蜜，可能只是你单方面认为的。人间不只有爱，恶魔就在身边。关注我，了解更多人间暗处的危险，看清黑暗，远离黑暗。